4月23号这一天呢，伊朗、以色列、中俄几乎同时放出重磅消息，把中东局势呢再度推上高潮。说白了，所有人呢都在亮底牌，谁先眨眼，谁就可能输掉接下来的整盘棋。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4月23号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发言人呢明确表态核问题不再是目前美伊和谈的重点了，当前谈判重心呢是彻底停战，首要任务呢是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这话说的就很直白，伊朗不打算在这个油浓缩的这个技术细节上继续绕圈子了，要谈就谈大事儿，解除海上封锁为此前的这个空袭行为追责赔偿。自4月12号呢，美方宣布对伊朗的港口实施这个封锁以来，已有34艘的船只被美国海军勒令折返，伊朗的石油出口呢几乎被掐断了。伊朗呢把这笔的这个账翻上台面，等于是将这个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搬到了谈判桌上当筹码。伊朗内部的权力格局也在同步的生变。在4月的下旬此前呢主导对美谈判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辞去了谈判小组负责人的职务，就退出一线了。据美国的阿克西奥斯的新闻网呢援引美国官方的消息4月11号到12号呢，伊斯兰堡的首轮的谈判结束之后呢，革命卫队与谈判代表团之间就爆发了一个严重的分歧。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这个报告呢，就更加指出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呢，他的这个核心圈子已经事实上掌控了决策权。就他们驳回了外长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表态阻止船只通行，还否决了第2轮的谈判。文官体系的话语权就被持续的压缩。不过呢，伊朗总统与议长呢当晚联合发表声明，驳斥所谓的内部分裂，声称国内没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之分。他说我们都是伊朗人都是革命者，团结的旗帜呢高高举起，路线的裂痕却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早在3月初呢，伊朗的前最高领袖在袭击当中遇害之后以方呢就对外放出狠话，任何成为新任最高领袖继续对抗以色列和美方的人都将被列为清除目标。那么以军呢在2月底的这个联合行动当中已经展示了对德黑兰纵深目标这个打击能力包括了像什么呢？对这个高层的聚居区实施这个精准打击。眼下呢，以方手里不缺军事手段缺的是来自华盛顿的绿灯，就是许可。以色列对任何形式的这个美伊缓和都充满着这种戒备，因为呢，一旦美伊走向和解这个以方呢就失去了对伊动武的一个窗口期，因此呢，持续施压，本质上是在逼美方尽快的做出选择，不愿呢一直耗在不战不和的这么一个僵局里边。那么在海峡层面的局势同样焦灼伊朗呢持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扣押违反规定的过往船只战机藏身海峡附近的这个海上洞穴待命。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的石油贸易的水道，日均通行船只从战前的130艘骤降至了个位数约200艘的商船呢滞留在海峡之外。美方虽然实施了反封锁，但是扫雷行动进展缓慢，也无法呢单靠武力这个恢复正常的航运。双重的封锁之下呢，全球的能源市场呢持续承压。美国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了历史最低的这个47.6不少的民众呢将经济的恶化那就直接归咎于这场冲突就在这个伊以各自亮牌的这个同一天，中俄也在密集的行动了。你看4月23号呢，俄罗斯外交部的副部长波利先科呢，在金砖国家中东和北非问题高级代表磋商会议间隙与中方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就举行了会晤。双方重申在推动中东和平方面呢，保持着一个密切的协调。就在当天呢，我国的国防部长呢董军启程出访俄罗斯，还将出席上合组织国防部长的一个会议。其实早在4月7号，中俄呢就已经在安理会联手一票否决了巴林等海湾国家提交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决议草案。那这份提案的表面我们说是冠冕堂皇，号召各国呢协同开展防御行动，
保障海峡航运通航安全。可是背地里呢，却是想给这个外部势力武力介入中东事务，是吧？套上一层合法的外衣。中东代表傅聪呢，在这个投票结束之后呢，就直接点明立场，说安理会啊，绝不能成为未经授权军事行动的一个背书工具，不能随意的放行动辄动用武力的这么一个行为，更不能给本就紧张的中东局势啊火上浇油。那中俄呢接连打出的这套组合拳，那战略意图应该说是十分清晰了。一方面直接堵死了美国和这个以色列想借安理会名义合法动武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么一个路子，另一方面中俄也明确表态，愿意为美伊外交谈判创造一个外部的有利条件，但是绝不会亲自下场直接掺和这个对峙纷争。你看这套打法既压住了这个各方贸然军事冒险的冲动，也给通过这个外交手段这个化解争端留足了缓冲和谈判的空间。那么现如今呢，华盛顿在这个中东已经陷入了左右为难、进退皆亏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贸然开战行不通，因为海峡水下遍布水雷，难以清除。那么一旦开打，国际油价必然暴涨，美国国内本就承压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那选择妥协让步呢也不行，因为美国国内的鹰派势力不会答应，以色列也绝不会就此罢休。那长期的僵持呢，对峙同样有风险。那么现有的这个停火协议已经到期了，那么伊朗的强硬派呢把控局势，区域内呢随时可能爆发这个摩擦冲突，擦枪走火。美方的24号呢宣布特使25号前往巴基斯坦，伊朗外长也同期抵达当地，但是双方并没有直接会面洽谈的这么一个计划也没有碰面。那只能呢靠巴基斯坦居中呢传话来进行沟通。那实际上的这个情况呢伊朗去了没有跟美国见面，然后表示呢不跟美国谈判。那美方呢直接就代表团也没有派去巴基斯坦，那这一轮谈判就报销了。所以说接下来中东局势的走向，关键就看美国能不能拿出一份各方都能勉强接受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的折中方案。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